我叫林之安，母亲心丧，为换一口薄棺，卖身葬母。3日未进水米，尊严未来。如今想来，先活下去，才有一切。搞什么啊？晦气，晦气！哟，这小子长得还……小子，你识字吗？识得一些，这身识字的本事，这或许是我如今唯一值钱的东西。识字好。少爷书房缺个打杂的，跟我走吧。城里最大的宅子就是我们张府。我娘的安葬费10两银子，按手印吧。签了死契，你就是张家的一条狗。10两银子，埋我一生。快点，别磨蹭。是饿昏了头的幻觉吗？发什么呆？银子给你，尸体自己处理干净。1个时辰后到张府后门找我。不是幻觉，文气。父亲曾言圣贤文章自有文气，竟是真的。而我居然能看见文气，应该不是件坏事吧？不知道会不会像爹说的那样无所不惧，无所不能。这里是府里的书房，问心斋。好强的文气，好字。废话，这可是王羲之的徒孙的徒孙写的。此等文气，做不得假。墨香扑面，这里是书海，是围山，如久旱之余，终见甘泉。从今天起，你就在这里当差，打扫磨墨，伺候大少爷读书。明白了，守着这样一座文道宝山，这差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规矩，这里的书金贵的很，你一个下人不准碰，看，更不准读。什么？被我发现你偷看1页，我就打断你的手。不准看，不准读，世上竟有如此酷刑，如画品充饥，望梅止渴，可望而不可及。记住了吗？记住了。开始干活吧。好想打开它，哪怕只看一眼。新来的那个下人呢？让他滚出来给我磨墨。张府的大少爷张文远来了，墨香囚笼，自今日始。磨墨，快点儿！没吃饭啊你？力道要匀，速度要稳，爹教的法子，没想到今天用在这种地方。你聋了？本少爷让你快点，听见没？回少爷，墨墨这事儿得心平气和，这样墨色才能均匀。要是急了，怕是会弄脏少爷您的好字。嘿，你一个新来的奴才，还敢教训起我来了？跟这种草包少年，真是没什么道理可讲。是，奴才知错。知错？我看你心里头不服气吧？心里怎么可能服气？不过，大丈夫能屈能伸，奴才不敢。这副死人脸，看着就来气。你叫什么名字？回少爷，奴才林之安。林之安，我看你是想造反吧？躲不掉了。《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比想的要轻太多了。是圣贤的话引动了文气保护啊。怎么打上去软绵绵的？这小子骨头还挺硬。跪下！哼，今天本少爷心情不好，你就在这跪着。什么时候我气儿顺了，你再起来。什么破墨，跟锅底灰一样。到了，出墨。屈辱是弱者才要吃的东西，但在这里，知识才是真的力量。圣贤的智慧，竟能变成保护我的盾牌。血是习之，不亦乐乎？虽然就像一点毒，却给了我无限的希望。光靠心里默念，文气长得太慢了，不准碰书，也不准读。那我就写在地上。管事只说了规矩，可没说规矩里没有空子可以钻。这里又脏又乱，平时根本没人来，正好。果然行，只要做出写这个动作，就能聚集文气。
就算是用手指当笔，用灰尘当墨也行。人之初，性本善，这法子聚集文气的效果，比光在心里默念强了10倍都不止。不但一点不累，精神反而越来越好。文气居然还有这种神奇效果！从今以后，黑夜不再是煎熬，而是我一个人独享的修行时间。废物，蠢货，这么简单的句子都背不下来。子曰：大少爷，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他敢骂我是朽木！不读了，这破书谁爱读谁读。林真，滚过来，把这些垃圾给我清理掉。可惜了这本《论语》，文气受损，光芒都暗淡了，暴殄天物。啊，这感觉没错，这些废纸上有残留的文气。这哪里是废纸，这分明是宝库。尤其是夫子的朱笔批改，文气之浓郁，远胜其他。磨磨蹭蹭干什么？快滚！是，少爷。果然，朱砂批语的光芒最亮，一股精纯文气自纸上传来，如暖流汇入四肢百骸。常文远永远不会知道，他每一次的无能狂怒，都成了滋养我的养料。我就在这囚笼里，用最卑微的方式野蛮生长。大少爷，你抄的大学没有一遍是能看的。我不管，反正我不想抄了，手都酸了。罢了，是，我要看到一篇工整的大学，否则我就去禀告老爷。还抄一遍，杀了我吧！喂，你不是识字吗？过来，替我抄。终于来了，少爷，这不合规矩。我就是规矩，让你抄你就抄，敢泄露出去，我扒了你的舌头。是，奴才遵命。这半月以来，以纸为笔，手早已按耐不住，如今终能执笔，怎能不心潮澎湃？字迹不能太好，必须模仿张文远的笔法，不，要比他稍好一些，却又不能好太多。虽是一种虽拙劣，却可见其用心的感觉，此中分寸，我已然拿捏住了。纸笔之间，文气流转，竟也能助我修行，真乃意外之喜。体内的文气小溪又壮大了一圈。写完了？是比我写的好点，但好的不多。行，就这样吧。拙劣的恰到好处，一看便是你努力后的结果。干得不错，以后我的功课都交给你了。为达目的，怎做他人之笔，心甘情愿。不准吃饭，又不准吃饭。他又因逃学受罚，我也得跟着挨饿。饥饿之下，连文气都运转不畅了。好像是桂花糕的味道。是二夫人柳氏，据说在府里并不受宠，为人也很低调。你也饿着吧？回二夫人，奴才不饿。吃吧，这是我亲手做的，多做了些。二夫人，这奴才不敢。若是被大夫人那边的人看见，告到老爷那里，绝无好事。有什么不敢的？快吃吧，别让别人看见。文远的孩子被宠坏了，你跟着他受苦了。这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母亲去世后，我已许久未曾感受过，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是一份善意。谢二夫人。快进去吧，看着点少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份恩情，我记下了。小生不才，偶得一句“道法自然，无为义”，一生二画显神奇。诸位以为如何？好句好句，李公子自真乃大才。强为押韵，竟将三生万物的三字都舍弃了，不通，不通。文远贤弟，你也来一句。我哪会作诗啊？又出丑了，快替我想一句。想不出来，我回头扒了你的皮。也罢。弟兄珠玉在前，小弟不敢献丑，只是想起书上的一句话：淮南子有云：“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小弟以为这二指便是阴阳。
这是引经据典，指出其妙。文远贤侄说得好，引经据典，恰如其分。我真是个天才！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敢教训我，这口气咽不下。凭张文远的草包脑袋，问题出在这下人身上。张贤弟博闻强记，只是不知你身后这位书童是何来历？哦，他呀，我家的一个下人，叫林之安。一个下人居然也配站在这里听我们谈经论道？麻烦来了。你刚才跟你们家少爷说什么了？回公子，奴才没说什么。放肆！一个卑贱的奴才也敢在主子面前搬弄是非！来人，给我掌嘴！回奴道行，此刻毫无论处。我没说错，道德经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强行拼凑，不伦不类。反了，反了！一个贱籍奴仆也敢妄议圣贤，这就是贱籍，贱籍如山，生来就是泥土里的蛆。你读再多书又如何？你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没有，你永世不得翻身！给我打，往死里打！剑气如山，难道我此生注定被此山压死了？剑疾如山，你永世不得翻身！我所有的努力，尽头便是如此吗？一个妄想撼树的皮肤，就这样结束了？不甘心！凭什么？凭什么生来就要被划定三六九等？凭什么那些蠢物可以高高在上，而我只能任人践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行健，君非以自强不息。我不信，我偏不信命。剑疾如山又如何？山入压我，我便搬山；锁入困我，我便碎锁。我要立命，为我自己立一条堂堂正正活下去的命。文火，之心为火种，胸中的瓶为金柴，以人气为油，燃起心头之火。此火名为文火。这疼痛感在消退，伤还在，但也不那么疼了。更重要的是，我的心不再迷茫，不再绝望。现在，我对文气的感知变得无比清晰。支出，这是文火之力，竟能焚烧自己，同时将晦气的文气提纯吸收。有了此法，我便再无后顾之忧。魂火修行，尽可待眠。天不绝我，我当更进一步，引破那剑疾之山。这小子有些不对，老夫亦是点燃文火之人，对文气比常人敏感。近几日，这书房的文气竟不自觉地向他靠拢，如溪流入海。难道他也是天生的文气亲和之体？文远，为师考你一个问题：我们读书人常说修身要养浩然之气，可这气从何而来？气不就是喘气吗？从鼻子里出来，再从嘴里进去啊！小莫，林之安，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书中未曾详述，夫子这是在试探我。回夫子的话，奴才不识得什么浩然之气，只是奴才胡思乱想，这读书是不是就像吃饭？哦，饭食入腹，需刻画，方能变为利器。这书读进心中，是否也要刻画，才能变成自己的道理？那这气，莫非就是刻画书本道理时生出的一点精元？清源，亏你想得出来！外行听来是胡言，内行听来却字字珠玑。他不是在瞎猜，他是在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描述修行的真实感受。他真的点燃了文火，
而且是全靠自己摸索，这是何等天赋！一派胡言！读书乃是雅事，岂能与口腹之欲相提并论？夫子锁定在我身上的精神压力悄然消失了，我赌对了。今日就到这里吧，大少爷，你连一个下人的悟性都不如，好自为之吧。野火燎原虽势大，却易伤己，当以正念为风，方能成事。野火是在说我的文火吗？正念为风，这是在点拨我。夫子是说我自行摸索的文火根基不稳，易走偏锋。正念当指儒家圣贤道理，以圣贤道理引导文火。我代笔欺瞒夫子为不成，二夫人的善意当如何报答？李公子的羞辱，我的愤怒是否终结？书房重地，人走必定上锁。昨夜是我亲手关的窗，是谁？是陈夫子的字，书是夫子留下的，窗也是夫子打开的。夫子这是默许了，默许我进入书房，默许我读书。这扇窗是刻意为我留的。这一拜，拜的是传道授业之恩。从今天起，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在这片文气的海洋里，而不再是一个窃贼。出身底层，我深知水旱灾害带给百姓的痛苦，官府无能，乡绅盘剥，流民失所，一股不平之气在胸中激荡。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这是为张文远所做，必须符合他的水平。若写得太好，立刻就会暴露，须得压抑。天灾非人力能及，然为政者当。糟了，这是碧落惊风雨。我的文字也开始拥有了干涉现实的力量，此文断不能交上去。这凌厉的笔锋，这内蕴的锋芒，这股不平则鸣的浩然之意，绝非张文远能写。此子进步之速超乎想象，但锋芒太露，怨气太重，如无教之刀，易伤人伤己。不行，必须拉他一把。孟子曰：“我善养无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浩然之气，夫子这是在正式教我了。何为直？心直，念直，行义直，存天理，灭人欲，胸怀天下，心念苍生，此为直也。从你我胸中一点真心来，不再是个人荣辱得失，而是万民疾苦。我一直以为修行是为了己身，原来儒道修士之根基在于心，在于一颗公心、人心，这才是真正的堂皇大道。存成诀，从今日起，我要养的不再是那朵跳动的文火，而是胸中那一点微弱但却堂堂正正的浩然气。摒除杂念，只存一个诚字。原来这就是以直养而无害。不行，精神耗得太厉害了，到极限了。这是什么地方？这里头的智慧简直无穷无尽。这个字我不认识，却明白它的意思。儒。
昨晚那个梦也太真实了，我的文火壮大了1倍都不止，而且文火最里头竟然有个小小的金色炉子在慢慢的转动，就是梦里那个古字。我的精神力比以前强了不止1个档次，这是什么机遇？竟然得了儒家道统本源的认可！这枚金色古字简直是打开所有经典的万能钥匙，这次真是撞上大运了。老夫已经不去想这小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我收了个绝世奇才当弟子。这是钥匙，夫子落下的。下人们说过，府里有个废弃的旧书库，是张家祖上留下的。夫子留下这东西，莫非是问心斋的书？多数都是大陆货，那个旧书库才是张家真正的家底，里头藏的怕不是有孤本跟善本，甚至是某些大儒的手稿真迹。夫子这是要把整座宝山都送给我呀！这里就是旧书库。但这股霉味下面是一股浩瀚到让我快要窒息的文气，这里的文气比问心斋强了不止10倍。手稿，这竟然是一本手稿，字迹雄浑有力，笔锋间带着一股至大至强的气息。写这本书的人绝对是一位凝聚了文胆的大儒，真是天助我也！有了这座旧书库，我的修行速度会再一次突飞猛进，剑气如山。总有一天，我能这满屋子的圣贤智慧铸成一把开山巨斧。你好像很喜欢在这里看书。回二夫人，奴才只是在这里歇脚。我好几次看到你在这里发呆了。喜欢读书吗？喜欢。喜欢就好，读书是好事。这是我蒙夫人给你的，快收好，千万别让别人看见。孟子著书，柳宗元，前朝一代大儒，这本书竟然是柳大儒亲手批注过的孤本，还是二夫人的陪嫁，赠与知音。二夫人这是把我当知音了呀！怎么回事？怎么我入魔了？我的身体太虚了。文气修行竟然要消耗肉身的气血精元，我最近修行太忙，身体这副炉鼎已经撑不住了，气血溃败。要是不及时补充气血，轻则修为停滞，重则文火熄灭，神魂枯竭而亡。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我这身本事，堂堂正正的换钱买补品。可是我一个身负剑籍的家奴，要怎么做？林哲，这次小考你可得给我好好考。我爹说了，我要是再考末等，就打断我的腿。机会来了，少爷，您想考个什么等次？上等怕是有点难，太扎眼。那中等？中等倒是不难，只是奴才最近身子不太舒坦，头眼昏花，恐怕会影响发挥。大夫说是气血亏得厉害，要用些好药。这是在跟我要好处，要多少？5两银子。有了这5两银子，奴才明天定能为少爷考个中上之作，保证您非但不用挨打，还能有赏。你敢敲诈我？奴才只是陈述事实，身子不好，确实写不出好文章。少爷要是不信，明天尽管自个儿去考。成就。少爷放心，这文章我可是下了死功夫的，水准必须拿捏得死死的，就是那种天分不错，但平时吊儿郎当，偶尔才思涌泉一下的少年写出来的感觉。结构还有论述都很到位，比以前那些狗屁玩意儿强了不止1点半点。特别是这收尾，居然还有点让人回味的意思。好，这小子对文气的把握，这份藏东西的本事，比写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还难搞啊！好，好，好，我儿子总算脑子开窍了。管家，赏文远20两银子。路，怎么对？
文远，睡得可香啊？你叫林之安，听说你很会读书。奴才不敢，只是识得几个字。哦，那你来背一首诗我听听，就背那首《神童诗》吧。最简单的开蒙诗文，是羞辱还是试探？天子重英豪，文章骄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是演出法髓，虽只是最粗浅的引动灯火，但这已是演出法髓的雏形，是只有凝聚了文胆的强者才可能做到的事。他怎会？这不是妖孽，是怪物！够了！快，父母引来了注意。爹，他是个妖怪，会妖术，能引动灯火异象，这奴才绝非池中之物，是祸是宝。若不能为我所用，必须保下他。此等天赋，万古无一。若是被扼杀，乃是文道之大不幸。回老爷，此非妖术，乃是至诚感应。至诚感应，此子心性纯良，诵读圣贤之言时，心神与诗文意境高度契合，故能引动一丝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与灯火共鸣。此乃大才之相，是祥瑞之兆啊！祥瑞，正是。此子若能好生培养，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前途不可限量的奴才有意思。我张家或许可以养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麒麟。你先下去吧。你也给我滚出去！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到了何等境界？瞒不住了，小号的实力暴露了。行吧，摊牌了。圣人道统烙印，我的个亲娘嘞！我这是收了个什么怪物徒弟？不是祖师爷！老夫何德何能，敢做圣人转世的老师？弟子不，老朽陈平拜见。夫子，使不得，您这是要折煞学生啊！罢了，这或许就是天意。老夫一生碌碌无为，临了就能得此机缘。但您切记，今日之事万不可再有第二次。在没有足够自保之力前，你的天赋是你最大的催命符。不懂，这叫韬光养晦，以后得低调发育。你可知文火之上是什么？学生愚钝，终于要讲重点了吗？快点，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是文胆。文火只是火种，是虚的，是散的。只有将这团虚火与你的精神、意志、魂魄千锤百炼融为一体，凝聚成一颗坚韧不摧的实质核心，那才叫文胆。文胆一成，神魂便有了根基，百劫不侵，心魔难生。更重要的是，你的言语文字才算真正拥有了干涉现世的力量。你昨日那是侥幸，若非有圣人道统烙印为你镇压根基，你的文火已经当场崩溃，神魂受损，变成白痴了。那弟子该如何凝聚文胆？2个条件：其一，海量的浩然正气，这是材料；其二，坚如磐石的意志，这是铁锤。但你有个最致命的弱点，你的身子太亏了，文胆的凝聚消耗极大，你的身体就是一座熔炉，炉子都快塌了，还谈何炼铁？果然，修炼这玩意儿不光要克命，还要克剑。此乃上古儒门炼体法门。今日先学第一式富山式。这姿势怎么看着有点像练太极，感觉毫无杀伤力啊！忍住，气血就是从这每一次颤抖、每一次酸痛中熬炼出来的。喝了它！以身为鼎，以砖为火，以药为材。现在运转存成诀，将药力与天地正气一同炼化。来了，3位一体超级修炼模式。狮王，
与宇宙同时被滋养的舒爽感。5年了，我的等级终于练得差不多了，文火已如拳头大小，浩然之气汇聚成海，血肉气血充盈如江河，万事俱备，只欠一个突破的契机。今夜便是我凝聚文胆毕业之日，以意志为锤，以浩然气为铁，在神魂之中日夜捶打，反复锻造。来吧，是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拧！我操，这痛感就像灵魂被人按在地上摩擦，不能停。一锤，又一锤，不就是疼吗？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给我拧！这就是温蛋吗？成了！我感觉我能看到风的形状，听到花开的声音，整个世界在我面前都变清晰了。谁在外面？老爷，是奴才林之安，有事前来求见。5年不见，这小子已经脱胎换骨了，那股沉静的气度，连我都感到一丝压力。他想干什么？奴才恳请老爷恩准奴才参加此次见识。哼，一个奴才妄谈科举，林之安，你是不是书读多了，把脑子读傻了？奴才想和老爷打个赌，若奴才名落孙山，愿兼终身死契，永世为张家牛马；但若奴才侥幸考中，只求老爷能撕了那张卖身契，还我自由之身。好，我准了，我倒要看看你这条池塘里的小鱼怎么越过那道龙门。龙门就在前方，3日后便见分晓。不行了，我脑子里全是浆糊。我是谁？我在哪儿？文胆护体就是爽，这感觉就像开了挂，还是带净化的那种。你们慢慢约，我先找个座。凭什么？凭什么这个奴才这么镇定？我的脑子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还好娘给我求来了法器。林之安，你等着！哟，这题目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在张家这个商业巨头里待了5年，对商业的理解可比你们这些只读死书的强多了。开篇先点明，国之大计在农不在商，把基本盘稳住，这是政治正确。然后话锋一转，从税收民生跟边防角度，狠狠地说过度抑商的弊端。这叫先扬后抑，结构完美。咻，不能太浪，把力量都内敛起来。我要走的是高端内涵路线。字倒是不错，清秀干净。这见识未免太深刻了，眼光老辣的，根本不像个头回考现试的童生。详实的数据，还有这独特的视角，这小子是个妖孽啊！墨气微澜，润物无声，这是把文气跟情感完美融进了文字，达到了润物无声的境界。此子人才，天纵之才呀！按手。第1名，按手林之安。林之安？谁啊？没听说过。我知道，就是张府的那个家奴，他真的考中了，他考了第1。我靠，奴才考了按手，这比小说还离谱。是你，你这个窃贼！那篇按手的文章是我的，是你偷了我的。你一个下贱的奴才，怎么可能写出那样的文章？张少爷，凡事要讲证据。证据？好，我就给你证据。我们去县尊大人面前对质，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我们现场比试。你要是能写出和按手文章一个水准的，我张文远当众给你磕3个响头，承认我是条狗。要是写不出来，就证明你是窃贼，我要你承认罪行，亲手打断你的双腿。好，我接下你的赌约。我靠，有好戏看了！寒门奴籍天才 VS 豪门草包，我赌林按手赢，一块铜板。题目
就以孝为题，1炷香的时间当场作文。完蛋了，完蛋了！我该写什么？笑是笑掉大牙的笑吗？笑这个题目，我只需写真情实感。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此等文章，非有大孝之心者不能为也。逆子，我张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不是的，爹，不是我，是他是个怪物！我娘都说了，他根本不是什么穷秀才的儿子，他是捡来的。19年前，他被扔在城外，身上还带着一块玉佩，他是个被抛弃的野种。老夫，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老爷，是真的。19年前，夫人在城外上香，确实捡到一个男婴，襁褓是上好的鼠棉，里面还放着半块刻着灵字的龙纹玉佩。灵字龙纹玉佩，不是爹娘亲生的，我是个被遗弃的孤儿。我张家的脸今天算是丢到姥姥家了，这个奴才留不得了。来人，把这个逆子给我拖下去，家法伺候，重打80大板，不能杀他，必须让他消失。这里是50两银子，算你这几年在张府的工钱。你的卖身契，我会当着县尊大人的面亲手烧掉。从今天起，你林之安与我张家再无半点瓜葛。走吧。这是恩断义绝，也是赤裸裸的危险，但我终于自由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林之安拜别恩师，此恩永世不忘。去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林按手，请。从今天起，我不再是物品，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种感觉爽。娘，孩儿来看您了。孩儿现在是按手了，等将来金榜题名，再为您修一座最好的坟。这是什么？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文姬冠体？承此寄语，已许下承诺，安州的父老乡亲们，你们这波投资绝对不亏。坐，在我这里没有官民之别，只有师生之谊。老夫想正式问你一句，可愿入我门下，做我的学生？又一个，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不过这位可是正牌进士，大腿够粗，得抱紧了。学生林之安，拜见恩师。好，快起来。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你。你的那篇策论，老夫已加急送往府城，呈给青云书院的周山长。他若见了，必会爱煞你这块璞玉。3日后是本县的鹿鸣宴，你既为暗手，届时恐怕少不了一些风波。头，又有不开眼的人要来送人头了，我喜欢。为师的意思是，你可借此机会立一立你的文名。文明？不错，考场上的名是文才，而老夫说的是文人风骨之名。你必须让别人提到你林之安，想到的不仅是才华，更是敬畏。学生受教了。听闻林按手一篇文章便得县尊大人拍案叫绝，学生好奇，不知林按手的文采究竟到了何等境界？何不即兴赋诗一首，让我等开开眼界？来了，经典剧情之夜，会作诗打脸环节，我最喜欢了。既如此，学生便献丑吧。身如浮萍寄此生，10年寒窗无人问。忽闻窗外风雷动，一朝成名天下闻。这哪里是诗？这分明是雷霆，是一个不去灵魂的咆哮。好诗。
好一个一朝成名天下闻！治安，这位便是府城青云书院的山长周明德，周山长。青云书院的山长，这可是青州府文坛的泰山北斗级人物啊！学生林之安拜见周山长。你的诗，老夫听到了，有风骨，有豪情，更有冲天之怒，此乃双刃剑。大佬一开口就知有没有，一眼就看穿了我的修行路子。你的才华是老夫生平仅见，但你的路子太野，若无人引导，单靠自己摸索，未来成就有限。来府城吧，来我的青云书院，老夫免你所有束修，并亲自教导。我靠，免学费，还送1对1教学，这等好事我岂能错过？学生林之安，愿望谢山长厚爱。这儿的文气比安州城浓郁了起码10倍，而且全是火药味儿。这就是传说中的文斗，以理服人，物理，真够野蛮的，我喜欢。你就是那个安州来的泥腿子暗手林之安。哦吼，青田反派出现了，看这文气波动，还是用钱砸出来的。在下正是林之安。听说你以前是个商人家里的奴才，这故事可真够励志的。不过嘛，这里是青云书院，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混进来的地方。山长爱财是一回事儿，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总有责任为书院去无存精，希望你别让失望。一点不带掩饰的下马威，这就是世家子弟的优越感跟敌意。有意思，你们最好也别让我失望，不然会很无聊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刘子峰，你来回答。学生以为此句乃是圣人定下了尊卑之别，庶人愚昧，当以刑法约束；大夫知礼，当以德行教化，此乃天经地义。林之安，你的看法呢？终于轮到我了。这个刘子峰的观点，简直是腐朽思想的典范，学生不敢苟同。学生以为圣人此言，非是定尊卑，而是明权责。刑不上大夫，并非大夫犯罪可免罪，而是大夫知礼，当以更严于刑法的方式自我惩戒。轻则挂冠归田，重则自裁以谢天下，此为士大夫之风骨。礼不下庶人，亦非庶人不可学礼，而是为政者当简化礼仪，以孝悌忠信教化万民，此方为教化之真意。一派胡言！你这是在曲解圣人，哗众取宠。一个寒门出身，懂什么叫士大夫风骨？让你这泥腿子见识一下什么叫世家底蕴。就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华而不实，不堪一击。怎么可能？我的文气竟然不堪一击！好一块未经雕琢的绝世宝玉，此子道心竟已坚固至此。这一次的题目只有一个字：法。法究竟是什么？是统治的工具，还是守护公平的底线？开篇便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一部法律能否得到执行，关键不在于条文有多严苛，而在于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上等人是否能够以身作则。法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一人一家之私物。当使天下之人，无论贵贱，皆敬之、畏之、守之。立法之本在于约束权力，执法之要在于人人平等，如此方可国泰民安，长治久安。此子好大的胆子，竟敢直指朝政根本！见解之深刻，文笔之犀利，老夫平生未见。此文若成于御前，足以引发朝堂大震。本次小比第1名，林之安。何为读书人？读书人当有风骨，
当敢于直面病科，敢于针砭时弊。您治安此文，虽言辞过激，却有赤子之心，有担当之念。此篇文章当为我青云书院所有学子之楷模。我站稳了，但也把自己推到了所有世家子弟的对立面，前路已是风雨满楼。芷安，你坐。山长厚爱，学生不敢。哎，你的文章，老夫看了，见解之深刻，文笔之犀利，已远超同济。但老夫看到的却是沙上建塔，根基不稳。你可知修行一途，何为讲究性命双修？学生愚钝。性者，形性也，神魂也，亦是你我儒生所修之文胆。命者，肉身也，气血也，乃是承载神魂之舟机。你天资绝世，神魂之强远胜常人，但你的这艘船却太破了。船太破了，这比喻太扎心了。你与刘子峰文气对撞，虽占上风，但事后必然感到头晕目眩，气喘吁吁，对也不对？山长明鉴。文气修行消耗的不仅仅是精神，更是自身的气血精元。你如今全靠一股不屈的意志在硬撑，长此以往，不等你凝聚文胆，这艘破船便又先沉了。那学生该当如何？文武相济，上古大儒个个都是能拉强弓、御烈马的强者，以武练体，使气血充盈如江河；再以文养心，使神魂坚硬如金刚。如此方是大道。此乃文王庄中最基础的仪式——赴山式。你每日清晨便在此扎马1个时辰。不就是扎马步吗？我以为多难呢，看我分分钟给你上个标准版。我靠，这哪里是扎马步，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被拧成了一根麻花。不行了，要跪了，我的腿已经不是我的了。忍住，气血就是从这筋骨的每一次颤抖、每一次酸痛中被逼出来、熬炼出来的，连这点苦都吃不了，还谈什么为万世开太平？忍，为了不当弱鸡，为了以后能站着把病装完，我忍。咦，回血了？不是缩血，这感觉好爽。原来如此，肉身强大了，文胆也会变强，这是双倍经验呢，痛苦并快乐着。芷安，你过来。这是藏书阁顶楼的通行令牌，那里是我青云书院真正的核心所在。以你如今的修为和心性，有资格进去了，能有多少收获，便看你自己的机缘了。谢山长厚赐。我靠，这里哪是藏书阁，分明是个文气矿场啊！我感觉掉进米缸里，不是掉进能量仓库里了。这是兵家大能留下的兵法心得，这磅礴的剑意，感觉看一眼我战斗力都爆表了。墨家失传的机关术图谱，我的天，这里是有多少好东西啊！知识就是力量，古人诚不欺我，我感觉我快要成仙了。南山草木书，一本讲草药的杂书，
感觉没什么用啊。啊！我的文胆雷打响了，难道这本书有隐藏剧情？等一下，这一页好像比别的厚一点。夹层，是夹层，经典藏宝书桥段，我懂。金色传说。这4个字是功法总纲，天地有正气。好家伙，光是看一眼名字就这么大动静，这功法绝对是神级。正气歌就是那个传说中练到大成能言出法随的那个。发了，这次真的发了。天地正气，这提纯效果居然如此之高。杂然复流行，下层为和月，上层为日星。我靠，天地元气随便吃。正气歌也太霸道了，仅仅一篇残卷就有如此威力，这要是完整的，岂不是要逆天？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要是泄露出去，别说是什么王家柳家了，估计连皇帝都得眼红来抢。从今天起，这就是我最大的秘密，是我未来打脸走上人生巅峰的最强底牌，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唉，修炼真是太烧钱了。文王庄需要珍贵药材熬炼气血，正气哥想要加速，也得用上好的朱砂和玉板。可我这兜里比脸还干净，山长和恩师接济的银子都快花光了。不行，必须搞钱，不然我这身神功就得因为没钱买蓝药而废了。身为读书人，总不能去打家劫舍吧，得想个文雅点的赚钱方法。道士能画符驱鬼，我儒家学子有浩然正气，画个符让人静心读书，不过分吧？这叫知识付费。成了，就叫他开蒙符，专治各种熊孩子。王叔，听说你家小宝读书坐不住，我这儿有张在文庙求的符，你给他带上试试。林相公，这能管用？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反正是免费的。林相公，您真是活神仙呐！我家那混小子带了您的符，真的变乖了，现在每天都能安安分分的读书了。嘿嘿，林相公，这是20两银子，求您再赐几张神符吧。效果这么好，而且这么值钱，我好像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财路。不能杀鸡取卵，我要做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符合我读书人身份的正财。听说了吗？青云书院出了位林神仙，一张开蒙符就能让熊孩子变神童。真的假的？这么神？快带我去求一张！我家那小子3天不打上房揭瓦。知识果然就是财富啊！有了这些钱，我终于可以鸟枪换炮，买最好的修炼资源了。我感觉离走上人生巅峰又近了一步。开蒙符虽然赚钱，但制作起来太耗心神，每天最多3-5张，产量跟不上啊。这手工作坊的模式终究是格局小了。牙刷，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父亲从小给我做的牙刷，还说是举世无双，绝无仅有，我得赶紧把这个造出来。我真是个平平无奇的营销小天才。王师傅，你负责生产，我出设计和配方，利润我7你3，干不干？干！林相公，您指哪儿，我打哪儿。听说了吗？现在最时髦的东西就是那青云客，用了之后口气清新，笑容自信。是啊是啊，我昨天也买了一套，设计的好精巧啊。白花花的银子啊！有了钱，我立刻鸟枪换炮，珍贵药材、顶级朱砂，全都给我来一打！青云客林之安，
一个穷酸书生也敢抢我王家的饭碗？老爷，这个青云客异军突起，我们的牙粉青盐生意一落千丈。查，给我查清楚这个林之安的底细，我倒要看看他有几斤几两。是，老爷。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在青州府这地界，还轮不到一个外地来的泥腿子撒野。好家伙，商业竞争直接快进到黑社会手段了。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这个世界资本与权势结合后那令人窒息的恐怖力量。看来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更硬的拳头。来了，又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刻。这一次，我要的是秀才功名。儒家浩然气，法家肃杀气，墨家兼爱气。好家伙，这是诸子百家在集会呀！不行了，我脑子里全是兼爱非攻。考题是什么来着？大道50，天眼4角。我是谁？我在哪儿？兄弟们，撑住了！法家的严谨，墨家的质朴，道家的飘逸，好东西都是好东西，我全收下了。复试对我来说，已不仅仅是一场考试，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大的修行。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肃静！诸位，皆是我青州府的青年才俊，科举考的不仅仅是文章，更是心性，是担当，是为国为民的手段。今日，我府城西郊有一株1000年古槐，手地底煞气侵入，化为妖邪，迷惑一方。考场上说这个干嘛？难道要我们去降妖除魔？开什么玩笑！今日府试，以尔等之文气，为国除害，为民解妖。本官将引动此问心境，将尔等考卷上的文气化为煌煌天威，攻击那成形妖魁。此番府试的考题便是论除邪，按秘术。我没听错吧？临时改考题，还是这么离谱的题目？这哪里是考试，这分明是大型在线战斗啊！这一战，我不仅要为自己谋一个前程，更要为那成形的百姓斩出一个朗朗乾坤。开始。攻击有效，兄弟们加大力度！不行了，他的妖气反噬太强了，我神魂受损了。这妖怪的凶烈程度远超于古，仅凭这些童生的文气，恐怕只能压制，难以根除。这是常规攻击已经没用了，只能开大招了。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正气歌，给我起！就是现在！好像有点用力过猛了。我刚才看到了什么？他一笔就把那千年老妖给秒了。这是人能做到的事儿吗？考试继续。唉，想低调都不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实力。话说那青云书生林之安于府场考试，感念百姓之苦，心生大宏愿，
以胸中浩然正气化惊天一剑，凌空数里斩杀千年妖怀。好，林相公真是活神仙。从今往后，我家里就供林相公的长生牌位。可恶，风腾都被他一个人出尽了。林安守，请坐。辅尊大人面前，学生不敢。今日此地没有辅尊，没有安守，只有一位惜才爱才的长辈和一位百年难遇的巨雁。坐吧。又来，这套路我熟啊！安州县令也是这么说的。大佬都喜欢这么玩的吗？那是考场之上，你的惊天一笔，老夫至今还历历在目。老夫纵横官场数10年，从未见过如你这般风华绝代的少年人。辅尊大人谬赞。林之安，老夫想问你一句，你之志向究竟为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说得好。既然如此，你可愿拜入老夫门下？成了，又抱上了一条金大腿。你如今已是秀才，身有功名，当好生用功，戒骄戒躁，以待来年的院士。若能再进一步，考取举人，那才是真正的鱼跃龙门。这是什么？看起来好高级。这就是秀才的境界吗？可以随时随地从天地万物中汲取力量，这修炼速度不得起飞啊！学生林之安，谢辅尊大人栽培。娘，孩儿回来看您了。孩儿现在是秀才了，有功名在身，您泉下有知，也可以安息了。哎呀，是知安回来了呀！真是我们林家的麒麟儿出现了。知安呐，族里商量了，决定为你重开祠堂，将你的名字正式写入我们林家的族谱。不必了，当年我娘病重，我跪在祠堂外求1000银子抓药，你们说我们是野种，将我乱棍打出。如今我侥幸有了功名，你们便要将我请回去了。知安，当年是我们糊涂。我姓林，是感恩养父的养育之恩。至于你们这林氏宗祠，与我林之安再无半分瓜葛。你们请回吧，不要打扰了我娘的清静。张文远染上赌博，偷地契，张老爷气病，王家落井下石，状告张家偷税。在下林之安，新科秀才，敢问官爷，为何要对一位妇人如此粗暴？我等奉命办案，借到本官，为何不跪？帝国律例第3卷世人篇第1条，凡有功名在身之秀才，见官可免跪拜之礼。不知官爷可曾读过？我乃本朝秀才，受天子之恩，我跪天、跪地、跪君、跪亲、跪师。敢问阁下，凭什么受我一跪？权势、财富、功名，这个世界真是个复杂的游戏。想要不当棋子，就必须站到最高处。那是张文远。看什么看？没见过人饿肚子吗？世事无常，莫欺少年穷。这句话，我今天才算真正理解了。拿去买些吃的，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吧。你父亲还在等你。这锭银子不是同情，也不是怜悯，只是为了了结我们主仆一场的因果。从此，尘归尘，土归土。施舍，这是施舍！
是那个曾经被我踩在脚下的奴才，对我这个昔日主人的最残忍的蔑视。日之安，我张文远对天发誓，今日之辱，我必百倍奉还。我不好过，你也休想好过。是错觉吗？不，是张文远那家伙。看来失败没有让他反省，只会让他变得更加疯狂。下个月的院试，我必须拿下举人的功名。李公公，事情办得如何？殿下放心，那青州府的林之安不过一介书生，咱家亲自出马，定叫他知道何为天威。很好，本王倒要看看一个泥腿子能有多硬的骨头。林暗手果然有胆色，竟敢单刀赴会。这不就是你们请我来的吗？搞得跟我主动闯进来的一样。今日论道，不谈风月，只论经义。我先来抛砖引玉。上书有云：名为邦本，本固邦宁。敢问林暗手，何为固本之策？固本之策无他，为均平二字而已。均平？难道是将我等世家之田产分与那些泥腿子不成？此乃乱国之言。我所言之均平，非是均贫富，而是均机遇、平权责，让百姓有田可耕，有学可上，有法可依，有冤可伸。如此，民心自安，国本自固。说得好听，均机遇如何均？平权贵如何平？你这全是空谈。怎么，林暗手无话可说了吗？安门出身，眼界终究是浅啊。小子，这下看你怎么收场。夏虫不可以语冰。你敢骂我们是夏天的虫子，狂妄！既然道理讲不通，那就用理本身来让你们闭嘴。理。今日论道，承让了。刘子昂这废物，这么就输了，三皇子那边可怎么交代？来了，三皇子的人看着鹰钩鼻子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鸟。这位李学正恐怕是来者不善呢。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竟敢折入皇子里面！今日老夫便让你知道何为天威难测，连笔都拿不起来。我靠，这是公报私仇，直接开精神攻击了。这老匹夫不讲武德，玩不起就搞盘外招是吧？快看林之安，他怎么了？脸色好难看，汗都下来了。嘘，你不知道吗？这位李学正大人可是三皇子的人，林解元怕是要遭殃了。你想压我，我偏不让你如愿。我倒要看看是你官威大，还是我的主角光环硬。硬碰硬是鸡蛋碰石头，得用巧劲。正气哥，给我开！莫忘！就是现在，轮到我反击了。撑住啊，兄弟！打完这一仗，给你换个金的。我这化名温气显形，这大儒之境才有的手段。可能他开挂了，这绝对是开挂了！我的文胆竟然被震出来一丝裂痕，这小子是个怪物，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好匹夫，小玩儿，奉陪到底。考试现在开始，小子，你给老夫等着！
以为这就完了？面上动不了你，批卷子的时候给你穿小鞋，看你文章写的天花乱坠，老夫也定要给你评个末等。来呀，互相伤害呀，就怕你没那个胆子。最后一篇策论，题目是《论帝国边防之弊病及兴利之策》。天助我也！这题目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哥在张府旧书库读的那些兵法和地理图志，终于派上用场了。这是国运金光，我的文章竟然得到了帝国国运的认可，这下稳了。这老匹夫要是敢黑我，国运第一个不答应。庸才，皆是庸才，满纸陈词滥调，不堪入目，看得老夫脑仁疼。哼，老夫倒要看看你这狂徒能写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文章来，看我怎么给你挑错。这是何等磅礴厚重的文章气象，金戈铁马，气吞万里。传世之文，完了。老夫可以凭借权势打压他，但绝不能否定一篇得到国运认可的雄文，否则不用政敌弹劾，我自己的文胆就会因违背公心而当场破碎。我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解元，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林谢元，又是林谢元，连中3元呀！青州文坛当大兴，林大人牛逼！上旨到！宣新科解元林之安接旨。学生林之安恭迎圣旨。哟，这不是李公公吗？几天不见，怎么拉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青州学子林之安，才高8斗，品性纯良，言夺3元，才华卓著，朕心甚慰。其评蛮策，有经世济民之大才，特旨嘉奖。今册封林之安为文林郎，赐举人参，官居从7品，今赐飞鱼符1套，宫廷玉叶100斤，黄金1000两。望尔好生用功，来年春闱再创佳绩，钦此。直接4举人参，还封了官，这都没殿试呢。这可是状元才女的待遇，天子在向天下人表态，大是陛下诏书。林大人，接旨吧。完了，3皇子彻底没戏了。这林之安是坐着火箭在飞升啊，惹不起，根本惹不起。臣林之安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又来了，又是这种被强行灌顶的感觉。从这一刻起，就是以官方认证的天子人生了。谁敢动我，就是跟国家作对。这护身符牛逼！殿下，这林之安是个人才，陛下此举意在敲打3皇子和其背后的世家。若能将此子收为己用，必是一大助力。孤也正有此意，此子是父皇为孤送来的一把利剑呐。传我的话，让礼部的人好生关照一下这位林介元，他来京城的一切用度都由东宫来出，这个人本宫要定了。废物，一群废物！本王让你们去打压他，你们倒好，反倒把他捧成了名动天下的英雄。殿下息怒，奴才也没想到此子竟是如此妖孽。他那篇平蛮策连国运都能引动，奴才实在是不敢不取呀。好一个不敢不取！既然明面上动不了他，那就来暗的。一个还没成长起来的天才，终究只是个天才。从荆州到京城，路途遥远，会发生什么意外，谁也说不准。李庸，奴才在。
派人在半路上给本王把他处理干净，送得利落点儿，不要留下任何把柄。奴才遵命。好家伙，我人还没到京城，太子和三皇子已经开始抢人了，一个要拉拢，一个要暗杀，这剧情我熟啊！芷安，你现在有2条路可以走，其一，接受东宫的橄榄枝，有太子作为靠山，此去京城一路顺遂；其二，便是拒绝所有人的拉拢，只做孤臣，这条路会很难走，你会成为所有派系的敌人。第一条路线是简单模式，第2条路线是地狱模式，我选第2条。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学生不做任何人的棋子，我来这京城不是为了站队，我是来做那个执棋之人。娘，孩儿要远行了，您放心，孩儿定不负所望，光耀门楣。芷安，这使不得，你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夫人当年一饭之恩，学生永世不忘。这点俗物聊表心意，待学生将来金榜题名，定会回来接您与恩师赴京颐养天年。我陈平一生能收到此等弟子，死而无憾。芷安，你此去京城是龙潭虎穴，也是修罗场，你一定要守住本心。这天下就是一盘棋，太子、皇子、世家皆是棋手，但你要记住，棋子永远不要有自己的立场，你的立场只能是这盘棋本身，是这万里江山，是这亿万苍生。我懂了，不站队，只忠于国家和人民。周老师这格局大气。这里面是老夫为官数10年总结的一些官场上的门道和潜规则，水至清则无鱼。有些事儿你不能做，但不能不懂。靠，陈老师这是给我了一本官场生存宝典啊！一位教我道，一位教我术，这馈赠太顶了！恩师教诲，学生永不敢忘。此去经年，定不负厚望。唉，潜龙已出渊，从此天下风云将因他而起。停车！混！一群会走路的瘟疫，再敢踏进我们云州地界一步，老子就打断你的腿！官爷，我们那边遭了蝗灾，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呀！活不下去就去死，别脏了我们云州的地！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简直无法无天。这帮人比土匪还不如！住手！哪里来的穷酸秀才，也敢管爷爷们的闲事儿？给我拿下！圣贤之书教我仁爱，但对这些不仁的豺狼，我选择暴力超度。你们不是喜欢讲王法吗？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王法。胸中不平之气，滔天之怒，今日便化作审判尔等的利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然尔等豺狼之力，劈人皮，行鬼事。今我以浩然之名，代天刑罚，判尔等死罪。君子动口不动手，我这应该算动口吧？走吧。这就是天子脚下帝国的权力心脏——京城。这城墙比我上辈子见过的所有建筑都雄伟，七彩的官器，紫金色的黄道容器，各色猛兽形态的家族器乐。好家伙，这哪是京城？这分明是个神仙打架的地方。我这点修为，在这里就是个小号啊！这地方连呼吸都带着压力。不过有压力才有动力，这才是我辈该待的舞台。京城
我林之安来了。哦，差点忘了，咱也是有后台的人，天子门生，贵宾通道，就是不一样。哎呀，想必这位就是名动天下的林介元吧？在下赵德胜，与林兄同是青州老乡。老乡见老乡，背后捅一枪，看这笑容，有点太假了。走走走，林兄初到京城，我做东，带你去拜会一下咱们在京的同乡前辈，顺便也让你见识见识京城年轻一辈的顶级圈子。行吧，我倒要看看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正好也让我见识一下这京城的水到底有多深。这哪里是拜会同乡，这分明又是一场鸿门宴啊！怎么又是刘子昂这个手下败将？眼还没被打肿吗？诸位，我把咱们青州的麒麟才子林介元给大家请来了。林谢元，太子殿下久闻大名，对谢元的才华与风骨激赏不已。殿下说，谢元初到京城，恐有诸多不便，这点盘缠，聊表心意。学生林之安，一介举子，一心只为备考春闱，报效圣上。殿下美意，学生心领，只是无功不受禄，这厚礼学生万万不敢收。林谢元风骨，下官佩服。既如此，下官便不多做叨扰了，指望谢元记住，东宫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林之安，我家殿下说了，年轻人得知进退识时务，拿着这块令牌，以后在国子监乃至整个京城，都没人敢为难你。学生人微言轻，只信奉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令牌所代表的分量，学生怕是承受不起。哼，好一个承受不起！林之安，希望你将来不要为你今日的风骨后悔莫及。林解元主张以雷霆手段对待蛮族，是否有失我天朝仁德之风？回大人，学生以为修文德是在教化人，然北方蛮族屡屡背盟契约，掠夺我边疆子民，此非人，乃畜也。对畜生谈何文德？唯有打痛打怕，方可再谈教化。说的好听，打仗打的是钱粮，如今国库空虚，哪来的银子？侍郎大人此言差矣。学生曾在书中见过一种新稻种，亩产可比寻常高出3成不止。若能在全国推广，国库何愁不丰？学生亦曾在书上见过一种筑路之法，以砂石、石灰混合，若以此法修路，粮草运输之损耗可降低5成以上。这家伙的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书？他是个妖怪吗？好一个林之安！既如此，你便以江山为题，赋诗一首，让朕与众卿都开开眼界吧。策论你可以取巧，但诗词考验的是真才气，我就不信你一个泥腿子还能写出什么千古名篇。学生遵旨。万里风云入壮怀，千峰叠翠自天开。一川日月流金谷，满目山河入画来。剑指苍烟凝浩气，心随瀚海起惊雷。千秋兴废凭谁问？屹立神州固若台。天佑我朝！天佑我朝啊！800里加急，北境急报，蛮族100万大军全面入侵。传陛下圣旨，荆轲会试，临场换题，以如何退敌、平定蛮夷为题，另作一篇平蛮策。策优者，无论出身，皆可破格着用。平蛮策，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题目。我要写的
不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幅能够指引帝国走向胜利的战争蓝图。当林志安笔下最后一个字落下，那篇洋洋洒洒的平蛮册完成了。我靠，什么情况？我这特效又自动开写了？儒家平天下的王道之气，兵家战必胜的霸道之威，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完美融合的文气，此子是妖孽吗？这熟悉的压迫感，又是那条大金龙。大哥，你看我干嘛？我卷子写完了，不给批个优秀吗？传世之册，这又是一篇足以传世的惊天之册啊！我操，又来！大哥，你不讲武德，你搞偷袭！要炸了，要炸了！这感觉就像往我身体里灌了一整个太平洋的水，腹肌要被撑爆了！咦，我的文胆好像镀上了一层金，这质感太酷了！这就是以后谁敢动我，就是跟国家作对。这护身符牛逼！这篇策论看来是超出了考试的范畴，要真正在北京沙场上掀起血雨腥风了。快看，皇榜贴出来了，第一名会员林志安，果然是他，真的是林介元。天哪，县是暗手，府是暗手，院是介元，现在又是会是会员，这是连中4元呀！他根本就不是人，我们和他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到如同萤火与皓月的地步，人家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在这国家危难的时刻，有林大人这等天命所归的麒麟才子出现，是我大燕之幸，万民之幸啊！状元，下一场殿试，状元之位一定是林大人的囊中之物了。5元及第，这是要创造历史啊！恭喜林会员，贺喜林会员！殿下听闻喜讯，龙颜大悦，特命下官前来为会员献上贺礼。有劳王大人，有劳太子殿下挂怀，学生愧领。不卑不亢，宠辱不惊，此子未来不可限量。殿下果然没有看错人。林会员，恭喜恭喜！我家殿下说了，之前多有误会，都是下人们不懂事。殿下对会员的才华是打心眼里的佩服，这点薄礼不成敬意，还望会员大人不计小人过。王大人，外面人多嘴杂，屋里请，我们进去喝杯茶吧。道不同不相为谋，可就是这么记仇，有些队我永远也不会站。好家伙，就是气派！这黄道龙气的浓度，比裘云烟的天浓郁10倍不止。我去吸一口都能延年益寿。要不是我的文胆升过级，光站在这儿都得腿软。臣等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卿平身，今日殿试，朕不设题目。不设题目？那考什么？朕听闻尔等皆是天纵之才，胸怀锦绣，那朕今日便只问你们一个问题：在你们心中，何为天下？完蛋，这题超纲了！我周围的万能模板一个都用不上，这是哲学题，不是政治题啊！回陛下，学生以为天下者，乃陛下之天下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绿土之滨，莫非王臣。标准答案，也是最没水平的答案。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皇帝要是喜欢听这个，还用得着问吗？回陛下，学生以为天下者，乃黎民百姓之天下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有进步，从军本位上升到民本位了，但还是在第一层，格局不够大。不能玄虚，我看这林之安又能说出什么话来？最好说错话，被父皇当场拿下。宣会员林之安。
回陛下，学生心中，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亦非一家之天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好大的胆子，竟敢当着天子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这是要谋反吗？但学生今日想说的并非此天下，学生想说的是我辈读书人当如何面对此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开太平。横渠4句，300年来，无数人诵读，却从未有一人能像今日的林之安这般，引动天地共鸣，让国运为之俯首。因为他说出这4句话，不是为了炫耀学问，而是因为他真的就是这么想的，也真的有这个潜力去这么做。天命之人，他就是足以承载帝国未来，让这日渐衰落的王朝重现辉煌的天命之人。朕没有看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说得好！朕得此麒麟，何愁夷蛮不平？何愁天下不定？传朕旨意，金科殿试不再排名次，朕只取一魁。青州林之安有惊天伟地之才，有为万世开太平之志，当为天下士子之楷模。朕亲笔擢其为第1甲第1名状元及第。完了，彻底完了！林之安，这座无论如何也搬不动的大山，将彻底断绝我所有的念想。臣林之安叩谢陛下天恩。状元，我做到了。从此，我的命运将与这个庞大的帝国彻底捆绑在一起。我不再是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复仇者，而是要背负起这4句宏愿，砥砺前行。状元郎出来了！状元郎，看我，看我呀！状元郎好俊啊，比画里的人还好看。状元郎，我这里有刚买的桂花糕，你吃不吃呀？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这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果然不赖。不过桂花糕就算了，我怕消化不良。恍如隔世。爹娘，孩儿做到了。又来，又是这种强行灌顶的感觉，这是要把我往死里灌呢。这就是近视的力量吗？我感觉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我好像能听到风在说八卦，能看到地下的老鼠在打洞。言出法随，这技能听起来就很酷炫，得试试。热，靠，真的可以！虽然现在只能做到物理加热这种小事，但以后岂不是可以一言让江河倒流，一语让万物凋零？这金手指太强了！有了这丝国运之力的勾连，我施展言出法随时，可以得到整个帝国国运的微弱加持，威力远超同阶进士。天子门生，国运加深，这底牌太顶了！翰林院，帝国的智囊团和秘书处，未来的天子太傅、帝师之时，天子这深意不言而喻。这文气浓度比张府旧书库精纯100倍，在这里修行1天，比得上在外界10天。我的文胆都在欢快的嗡鸣。见过林状元，林状元之才，我等佩服。能自由出入皇家藏书阁，那些孤本秘典，我又掉进米缸里了。我能干到天荒地老。陛下，
北境战事吃紧，粮草军械消耗巨大，臣恳请陛下加征3省赋税，以充军资，否则前线将士恐有断炊之忧。不可，万万不可！如今南方数省本就遭遇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嗷嗷待哺。若再加征赋税，无异于竭泽而渔，必将激起民变啊！迂腐之见，我之将亡，还在乎那几个泥腿子的死活？城墙都快被蛮夷推平了，你们还在这里抱着圣贤书，空谈仁义道德。你这是武夫之见，蛮不讲理！够了，林志安，你有何看法？来了，点名了，这是在考验我，也是在给我一个立威的机会。回陛下，臣以为兵部尚书与户部尚书之言皆有其理，却也皆有其偏颇。北境军情如火，军费断不可缺，此为国之大事，不容置喙。然加征赋税亦是万万不可。百姓乃国之根基，根基若动，大夏将倾。那依你之见，这钱从何而来？莫非能从天上掉下来不成？钱不必从百姓身上取，我们可以从那些不该有钱的人身上取。不该有钱的人？谁呀？他不会是想说我们吧？这小子疯了！哦，说来听听，在爱卿眼中，谁是那不该有钱之人？回陛下，臣以为我朝积弊已久，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天下之田70%已归于宗室、勋贵、官僚、士绅之手，而这部分人却又享受着朝廷的免税特权，百姓手中只有30%薄田，却要承担帝国90%以上的赋税，天灾人祸之下，便是家破人亡。此公平何在？天理何在？故臣恳请陛下推行新政。其一，清丈天下田亩，无论宗室皇亲还是官僚士绅，名下所有田产必须重新丈量，登记造册，核定税额，再无引田瞒报之说。岂有此理！这是要抄我的家呀！我9代单传，就指望这点地儿过日子了。其二，官绅一体纳粮，废除士人、官员的免税特权，从今而后，上至亲王，下至生员，凡名下有田者，皆须一体纳粮，一体当差，天子与庶民同担国之税赋。荒唐，简直是荒唐！祖宗之法岂可轻改？此举乃是动摇国本啊！林志安，你这是要与天下所有读书人为敌吗？你也是读书人，怎能自掘坟墓？骂吧，骂得越大声，皇上才越看重我这把刀的价值。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对整个既得利益阶层的宣战吗？自己刀已经递出去了，现在就看这位持刀人敢不敢用了。我老了，时日无多，不想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留给子孙，我怕需要一场变革，一场足以让帝国起死回生，哪怕会血流成河的变革。而林志安就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一把刀。准奏，朕命林志安为钦差大臣，总揽新政事宜，内阁、6部、督察院全力配合，凡有阻挠新政者，无论身份，无论地位，以谋逆论处，杀无赦。岂有此理！这个林志安断我财路，如同杀我父母，明面上动不了他，就来暗的。王爷的意思是，去找几个江湖上最顶尖的死士，本王要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还是走路舒服，看看这万家灯火，听听更夫的梆子声，感觉疲惫都消散了。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这些真实而鲜活的生命啊！这杀气凝练纯粹，不带丝毫感情，是冲我来的。好家伙，终于还是忍不住动手了吗？这是最纯粹的凡间刺杀之术，顶级刺客见血封喉的剧毒鹤顶红，目标还是后心要穴，这是要一击必杀，不给我任何机会啊！生死一瞬间，倒也没什么恐惧，
我脑子里想的居然是一句儒家典籍里的话：君子当思与直道而行。想杀我，你还不够格！自动防御系统已启动。就这，我还以为多厉害呢。这霸道反击，无异于大义，如冰雪遇骄阳，自当消融，爽！让我看看是哪家的小可爱，这么迫不及待的来送人头。抓到你了！从今夜起，战争将从朝堂延伸到朝堂之外了。听说了，林状元乃文曲星下凡，身有神光护体，妖邪难侵。是啊，我表哥的二舅的三姑爷亲眼看见的，那刺客被一道天雷劈成了焦炭。来人，将安亲王拿下，削去王爵，打入天牢。皇兄饶命啊！臣弟是一时糊涂啊！其党羽凡涉案者，一律抄家灭族。给我查，一查到底，任何敢阳奉阴违的，杀无赦。国库的收入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充盈，而林之安，他的声望与权势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授官第2年，破格提拔为吏部侍郎，执掌天下官员升迁。授官第3年，升任户部尚书，将帝国钱袋子攥在手中。授官第5年，林之安24岁。臣恳请陛下以林之安代臣之位，其才可安社稷，其德可抚万民。准奏。一道圣旨将这个入朝仅仅5年的年轻人送进了帝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内阁，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内阁大学士。平步青云，入主内阁，从一个挣扎求生的家奴，到如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朝堂巨擘，我只用了不到10年，正式站在了帝国权力的中枢。如此年轻便居此高位，不知是国之幸还是国之祸呀？新官上任3把火，只是我这第1把火，恐怕要烧掉的是这帝国的半壁根基。诸位阁老，今日乃知安拜相之时，本应与诸公共叙国事，以示同舟。然北境军情如火，国库亏空如洗，非是坐而论道、谈闲客套之时。客套话就免了，时间可不站在我这边。官绅一体纳粮，虽已初见成效，然则终究不过是扬汤止沸之策。帝国之急，其根在土，其病在兼并。天下之田，时有7、8，已归权贵豪强所占，百姓流离，无立锥之地，此乃动摇国本之大祸。故本府今日当颁此第1道政令。此决定成立天下田亩经账司，以金科及历届贤良方正科之进士为骨干，持首府首令，受钦差节制之权，吩咐天下各州、府、县清账田亩，核定税额。首府大人，万万不可！清账天下田亩，乃是与天下士绅为敌，此举无异于自害国本呐！届时天下骚动，恐非朝廷之福。张阁老，你错了，国本是民，非是地。地在民手，则民心安；民心安，则国本固。如今民无寸土，何来国本之说？跟这些盘根错节的世家大族讲道理是没用的，得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新的规矩。况且凡事总有始末，这清账天下田亩，便从天子脚下这京畿之地开始。第1块要丈量的，便是城外皇亲国戚、功勋世爵的庄园田产。诸位大人，此乃御赐田庄，受皇恩庇佑，开朝100年来从无纳税丈量之先例。还请回吧，莫要自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吾等奉旨清账，何来先例之说？尔等竟敢以先帝之牌当今之诏，是何道理？哼，拿先帝的金牌当今的圣旨，真是很大的威风。仗着是皇亲国戚，便不把国府放在眼里了吗？哼！大人一路辛苦，这点心意不成敬意，还望大人在清账之时高抬贵手。哎，这如何是好？首府大人的教诲言犹在耳，可这黄金的分量也太重了。我乃朝廷命官，尔等动用私情，眼中还有没有王法？王法，在这岭南，我赵氏的族规便是王法。打，给本族长狠狠的打，让他知道这岭南谁说了算。好一个赵氏宗族，好一个地方王法！赵斌，你的血不会白流，这天下终究是朝廷的天下。首府大人他要做什么？出什么事了？几位都大规模出动了。听说是林相爷发怒了，看来这次又要有大人物要倒霉了。林爱卿，安亲王乃朕之胞弟，其田庄乃先帝御赐，你让朕如何是好？陛下，臣今日只问一句话：若王爷之地不可丈量，则天下之地皆不可丈量。新政未行先死，届时北境军资无以为继，国库空悬，其后果非臣所能承担。陛下，这道选择题您必须做，是顾念一份手足亲情，还是守护这万里江山？传陛下口谕，准清账司入安亲王庄园，以立清账。奉首府令，赵氏宗族目无国法，残害钦差，罪不容赦。但凡抵抗者，格杀勿论。打开，杀鸡须敬猴。今日我便要让这明朝的猴子看看，谁才是指导人。凡阻挠新政、欺瞒朝廷、残害钦差者，此便是下场。陛下，臣等有罪，臣等愧对列祖列宗啊！那林之安倒行逆施，名为推行新政，是为剪除我皇室羽翼，打击开国功勋。他今日敢侵占我等的田亩，明日便敢觊觎您的龙椅呀！此子名为圣贤，实为国贼，狼子野心，不得不防。请陛下为我等做主，罢黜此僚。林之安，你的刀是不是太快、太利了一些？朕还能握得住你吗？陛下，林之安推行酷政，致使天下骚动，百姓怨声载道啊！那清政司的官员如狼似虎，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此乃与民争利，非仁政所为。是啊，陛下，地方上也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再这么下去，恐要激起民变，届时动摇国本，悔之晚矣。恳请陛下罢黜林之安，以安民心。好一出颠倒黑白的戏码！一群国之蛀虫，竟也敢妄谈百姓民生。也好，今日我便将你们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陛下，这是清账司自江南、湖广、京畿等地呈报上来的真实税收数据，以及近期清账出的隐匿田亩数量。江南陈氏宗族在册田产3千亩，然清账之后，实则隐匿田产达57000亩。30年来，偷逃税赋，折合白银逾300万两。豫亲王名下，经济御赐庄园300顷，
自先帝爷时起，30年来未向国库缴纳1粒米粮。各位王爷、国公，这些被你们侵占的田地，难道不是从百姓手中夺走的吗？你们口口声声为民请命，可你们的富贵，难道不正是建立在万民的枯骨之上吗？退朝。留中不发，驳回钱粮，频繁召见那些早已赋闲在家的老臣。陛下，您终究还是怕了。安亲王虽有过，然其毕竟是皇室血脉，情有可原。朕意可削其1年俸禄，闭门思过，以示惩戒。诸位爱卿以为如何？陛下仁德宽厚，乃社稷之福，臣等附议。正是，小惩大戒，方显皇家气度。新法之基在于平等2字，这道口子绝不能开。今日能赦王爷，明日便能赦国公，长此以往，法将不法。陛下，恕臣直言，万不可。新法颁行未久，天下万民拭目以待。若陛下今日能赦安亲王，则明日天下万民皆可援引此例，请求赦免。如此，法将不法，国将不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此乃法典之精神，亦是新政之基石。基石若动，大夏必倾，请陛下三思。林爱卿，你是首辅，但朕才是这天下的主。君为舟，民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您忘了吗？各位看官，要说这天下头一号的硬骨头，非咱们林相爷莫属。天子的旨意说不，那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驳回去了。这叫什么？这叫封驳。我的天，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啊！以前只在书上看过，没想到真有臣子敢这么干。林相爷，这是为了咱们百姓啊！那安亲王仗势欺人，打伤朝廷命官，要是就这么轻轻放过，这天下还有王法吗？说得对，林相爷才是咱们的青天大老爷，有他在，咱们这日子才有盼头。好一个林之安，好一个丁某风伯，他这是在自寻死路。王爷说的是，他此举乃是公然挑战皇权，陛下就算再怎么欣赏他，也断然容不下此等蔑视君父之人。本王已经打探清楚，陛下这几日龙颜大怒，已召见过好几位对林之安不满的老臣，我们的机会来了。王爷英明，那我们下一步该当如何？传信下去，3日后的大朝会，所有人都给本王打起精神来，将能联络的朝臣全都联络上。这一次，我们要毕其功于一役，将这姓林的彻底打入万劫不复之地。陛下，老臣有本要参。老臣弹劾内阁首辅林之安，好大喜功，推行酷政，致使天下骚动，民怨沸腾。其人名为社稷，实为一己之私名，当罢其职，以安天下。臣附议。臣弹劾林之安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其所提拔之官员，皆是其门生故旧，名为举贤，实为栽植私人势力，已有伟大不掉之势。臣弹劾林之安，权欲熏心，独断专行，其丁某封伯一事，乃是公然藐视君父，悖逆人伦，大逆不道。陛下，您也是这么认为的吗？赢了，陛下沉默了，陛下默认了。林之安，你完了。正好，既然你们都唱完了，那便该轮到我登场了。既然诸位都说完了，那便轮到我了。臣林之安亦有本要参。臣弹劾吏部尚书钱谦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其在任3年，收受贿银共计170万两，此为其与地方官员往来之信件，与各大钱庄存银之票据。不，这是污蔑！臣弹劾兵部左侍郎孙成通敌卖国，其在北京任职期间，私自将我朝神机营之3眼火铳图纸贩于北境蛮族，以换取金银珠宝。此乃蛮族可汗与其往来之密信，由锦衣卫于其府中密室搜出。
臣弹劾户部右侍郎在督造黄河大堤之时，以次充好，贪没修河款50万两。臣弹劾宗人府宗正豫亲王包庇宗族，强占民田，草菅人命。锦衣卫将名单之上所有乱臣贼子就地拿下，但有反抗，格杀勿论。林之安，你好大的胆子！没有陛下旨意，你敢动用禁军？先帝有旨，见此牌如见朕亲临，可先斩后奏，清扫天下奸佞。你是在质疑先帝吗？陛下，奸佞已除，朝堂清静了。老丈，这是朝廷分给您的田，以后您就是这片地的主人了，再也无人敢来欺压。林相爷，您是活菩萨，老汉我给您磕头了。有了自己的地，这日子总算有盼头了。天佑我大爷，天佑林相啊！北境边关，将士们换上了崭新的铠甲，领到了足额的军饷，士气高昂，操练之声震天。京城上空，那条沉睡的博运金龙，在海量民心愿力的滋养下，身形壮大了一圈。这股力量光明浩大，充满了生机，这便是民心之所向吗？原来如此，为生民立命，我所行之道，正合了这天地之理，万民之心。我的道便是守护，守护这万千黎民，守护这万里河山。我的意志便是这天下的意志。他竟然真的走到了这一步，这天下究竟还是不是朕的天下？这便是大儒之境吗？言出法随，驾驭法则，寿元亦也达500载。春。恭贺射手大人，修为大进，德配天地。不可怕的气势，在他面前，朕竟如凡人仰望神灵，连与之对视的勇气都快要失去了。爱卿风采更胜往昔了。陛下谬赞，陛下您应该明白。属于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治之事终有尽头，唯有法治方可长久。陛下，臣以为国之长治久安，不在于人治之盛名，而在于法治之恒长。臣恳请陛下恩准，由内阁牵头，邀遍天下法家、儒家大贤，编撰一部大言法典。法典之上不设特权，法典之下人人平等，包括皇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一人之私物。若天子之言可凌驾于国法之上，则法将不存，序将不立，天下将重归于弱肉强食之乱局。将皇权置于法度之下，这可是千古未有之事。林相爷的魄力，当真如神人一般。3个月后，法典草案初具雏形。当这份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草案由林之安亲手呈送到老皇帝的御案之上时，那一直压抑着的君臣之间最根本的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了。皇帝一页页地翻看着，脸色由阴沉到铁青，再到涨红。当他看到凡皇帝旨意若与法典相悖，内阁有权封还驳正，3驳之后旨意作废这一条时，他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老皇帝指着林之安，因愤怒而浑身颤抖。他用尽全身力气，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声音嘶哑而尖利：“林志安，你这是要造反吗？”陛下，太子正在门外，历史的洪流是谁也阻止不了的。